嗨，欢迎回来，我是梨子。前一阵子我们刚做完2024电脑组装的注意事项，就有很多观众来问，帮你，你们能不能也做笔电的 SSD 升级教学啊？当然没问题，这不就来了吗 ？M.2 SSD 的安装很简单，但是要把它装上笔电，还是有很多小地方要注意。我们今天就一次准备了6台笔电，带大家一起来看，像是第一颗到底要怎么拆，拆开后要注意什么，加装笔电的 SSD 有什么选购重点，我们今天一次讲清楚。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教大家怎么安装 M.2 SSD 吧。在我手上的就是一条 M.2 NVMe 的 SSD。大家一直听到的 M.2 实际上就是这个接口的名字。以 SSD 来说，主要可以分为 SATA M.2 的 BMM key， 也就是有2个缺口的接头，以及 NVMe M.2 常用的 M key， 也就是我手上只有1个缺口的这种。而现在主流的高速硬碟，那些可以达到2000、3000、4000，甚至7000、10000以上读取速度的，几乎都是1个缺口的 M.2 NVMe SSD。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这个概念就像是 USB-A 长这个形状。USB-C 长这个形状 ，iPhone 的 Lightning 长这个形状，而 NVMe 协议的 M.2 SSD 就是长这个形状。我们今天就是以 M.2 NVMe 的 SSD 介绍为主，以下简称 M.2 SSD， 就是在说这个接头形状的 SSD。好，所以大家认识接头形状了，对吗？接着 M.2 SSD 后面通常还会跟着一组数字，例如比较常见的 M.2 2230、2242以及 M.2 2280。这边的22代表的是宽度。单位是 millimeter， 也就是宽度是 2.2 公分的意思。融会贯通一下，没错。后面的30、42、80同样也是长度单位，2230就是 2.2 公分乘以3公分长度的 SSD， 而最主流的2280也就是 2.2 公分乘以8公分长的 SSD 咯。其中像是掌机，例如画面上的这些掌机，其实就是小体积的电脑，用的通常就是2230规格的小尺寸 SSD。另外也有少数的轻薄笔电会选择 M.2 2242规格的 SSD 来省空间，像是画面上的这台笔电就选择了2242的规格节省内部空间。不过说回来，目前大多数的笔电桌机都还是以 M.2 2280为主，一来面积更大，也就代表着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利用，除了可以塞更多的东西之外，也可以避免元件全部塞在一起，这也更有利于这些高发热量的高速 SSD 进行散热。所以你可以看到市面上大多数贩售的 SSD 都还是以2280这个尺寸为主。例如我这边随手拿一盒 SSD， 像是这一盒就是 WD Blue SN580 NVMe SSD。这边也特别感谢 Western Digital 合作本次计划，并且出借 SSD， 让我们可以更无忧的制作这次的教学影片。这是一条入门价位的 PCIe 4.0 SSD， 然后你看包装上面这里，你现在也看得懂了，这边就已经写着 M.2 2280。所以拿出来就会是这个长度的 SSD。好，简单认识 M.2 SSD 之后，接着就是安装方式啦。M.2 SSD 的安装非常简单，我这边先在主机板上示范一次。基本上呢只有3个步骤。第一步，拧开 SSD 的固定螺丝，把 M.2 SSD 插进去。这个插槽就已经有做防呆设计了，短的对短的，长的对长的，不要拿反就好。第二步，稍微用力塞进去。最后一步，轻轻压着把螺丝锁上，完成。不过今天要讲的是帮笔电扩充，那我就有点担心了。我们把它讲清楚。笔电的安装步骤也算简单，只有3个。第一步，打开地面。第二步，一定要先断电，先断电，先断电，非常重要，所以讲3次。最后一步，把 M.2 SSD 插上，拧上螺丝，结束收工。这边我就带大家一起实际操作一次。第一个步骤，我会建议大家先查询你的笔电有几个 SSD 插槽，像是你看我手上的这台就有2个 SSD 插槽，不确定的话直接问笔电品牌的客服最快了。当然，如果你是要直接换掉主 SSD 的话，那就没差了。接下来第2个步骤，我们来拆地面。地面有分3种，好拆、普通好拆、难拆。先讲好拆的，例如 ROG 的部分机种就有快拆顶起的设计。你看，当你把螺丝松开的时候，地面就会自动抬高1条缝隙，这时候你就可以轻松的把拆机片插入，然后慢慢的松动卡扣，地面就整个下来了。这种就是非常容易 DIY 的设计。也有另外一种，卡扣公差做得很棒，其实只要一个简单的吸盘吸住地面的底盖，稍微往上用力拉，
整个低盖就下来了。第二种就是普通好拆，同样会建议你搭配简单的吸盘，拉开缝隙后，慢慢沿着四周松开卡扣，这样就下来了。唯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你可以搭配拆机片，找到卡榫后，用旋转的方式往上转，卡榫就会自然的下来了。最后一种通常是全金属，地面是这种非常密合的基轴，会是最难拆的。建议搭配吸盘后，稍微用力的拉开一条缝隙，把拆机片插入后，透过刚才有讲过的旋转拆机片，慢慢松动划开卡扣即可。好，把地面拆开后，就是第3个步骤了。这个步骤也最重要，就是先断电。先断电，请务必先断电。在断电之前，请不要用手或是螺丝碰主机板的任何地方，例如华硕最近很常用这种电池卡扣，只要轻轻的推开上方的金属片，接着就可以把电池排线往上拉，断电。千万不要在没有推开之前就硬扯。技嘉这一台就相对单纯了，用指甲往下推就下来了。联想这一台也一样，往下拉就下来了。而有一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你发现电池下方的空间太窄，根本无法断电，像是这一台，你也可以小心的把电池模组拿下来后，再把排线断开。接着第4个步骤，找到 M.2 SSD 插槽的位置，先把固定螺丝拧下来。有些笔电会随附散热片，也可以先取下来，接着把 SSD 插上去，把固定螺丝拧好，这样就完成了，结束。那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笔电的 SSD 在选购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当然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借了一条 WD Blue SM580的原因。因为这条虽然不是大家关注度更高的那种高效能取向的 SSD 产品，像是他们自家就有 WD Black SM580X 这种高效能取向的产品，但是如果你说要装在笔电里面，那这条 SSD 反而可以说是 for 笔电很棒的形态。首先，我建议装在笔电上的 SSD 尽量选择这种单面设计，也就是颗粒和主控都在正面，背面完全没东西的 SSD。因为有些主板设计非常拥挤，甚至 SSD 下方会有很多元件。例如随手抓这台笔电 ，SSD 的插槽下面就有 IC、排线以及一堆小元件。一来是单面 SSD 比较不用在意厚度会不会卡到，二来是压到笔电底部的时候，单面的 SSD 也不会以奇怪的姿势接触主板。虽然几率不大，但建议还是优先选单面啦。第2个我自己会注意的重点，就是大多数的笔电都没有特别为 SSD 放置的位置的散热最佳化，所以如果你很在意 SSD 的温度，那就要特别留意 SSD 的发热咯。你看，像是我手上这2台笔电的 SSD 插槽，都是选择压缩电池，把 SSD 插槽放在电池旁边的方案。这种形态选择双面 SSD 其实也没问题，但因为 PCIe 3.0、4.0 的 SSD 发热都很可观，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散热。像是这一台的低盖就有导热贴片，可以有效帮助散热。所以 SSD 的热量大概有2种方式可以参考，一来是直接参考各大网络实测，看看在大量传输之下温度表现究竟如何，或是你也可以上 SSD 的网站查询耗电。但通常低能耗的产品，它的包装上，没错，你看 WD Blue 这一条就直接写 Low Power Consumption 低功耗，这些产品通常温度都是比较可控的。不过通常这种低能耗的入门 SSD 大多就会是 DRAM-less 的设计，我比较不建议当成系统碟，但是拿来当成笔电的储存区就没什么问题了。例如创作者的影音存档、日常的资料存档都非常适合。所以这边总结一下，笔电 SSD 的选购大概就是3个重点：第一，选尺寸，这个前面大家应该都看懂了；第2，建议优先选择单面设计的 SSD；第3，在意温度的朋友建议寻找低能耗、发热量低的 SSD， 因为通常第2条 SSD 的区域，大多数的品牌都没有特别加强散热的设计。笔电也不像桌机有多少风道可以帮助散热，这也是我这次选择这一条来示范的原因。虽然不是高效能取向，但是单面低功耗，然后单颗粒元件也都隔得超远，散热更有余裕。这个形态会是比较适合笔电的，大家可以依照这几个指标去找适合自己的 SSD 啦。不过依照本频道的惯例，当然也要来效能实测一下这条 SSD 的表现，你说对吧？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把电池给插上，然后把第一颗重新锁上。有些笔电断电后需要接上电源才能重新上电，所以我们插电开机。设定 SSD 的方式也很简单，
在 Windows Logo 这边，右键选择磁碟管理，可以看到这边就有辨识到新安装的 SSD 了。接着我们右键新增简单磁碟区，你也可以帮磁碟区命名，这样就完成了。接着我们就进入到效能实测环节。首先看到盒装 WD Blue SM580的彩盒设计，维持近期 WD Blue 系列一贯的家族设计。盒装上也直接标示了，这是一条 1TB 容量的 M.2 2280规格的 NVMe SSD， 支援 PCIe 4.0 的界面 ，TB 版本的读取达到每秒4150 MB， 写入也是每秒4150 MB， 并且提供了5年保固。不过要注意哦，买 SSD 不只是要看保固多久，还要看 TBW， 也就是写入总量的限制。以这条来说，1TB 版本提供5年或是600 TBW， 以入门定位来说，600就是常态水准上的表现。所以过保的判断很简单，就是看5年先到还是你写入量先到。盒装内容物就是只有一条 SSD 和说明书。对了，这条贴纸是单面直接贴在板子上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撕开贴纸的需求。来看一下 SSD 上的硬体配置，正面部分采用的是单颗粒的方案，有一颗 Western Digital 自家的 3D TLC NAND， 来自 SanDisk， 型号如图，单颗就是直接 1TB。控制器我们放大来看，也是自家 SanDisk 供应的主控，型号如图，采用 DRAM-less 的设计。不过相对的 SM580 的价格也就摆在那里 ，WD Blue 也是相对比较亲民、容易入手的系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在官网有特别提到 SM580 采用全新的 N-Cache 4.0 的技术，白话文就是 WD 自行研发的新一代 SLC Cache 混合算法。所以为了看看这个 N-Cache 4.0 的表现究竟如何，那些常规的跑分软体我就先不测，直接上地狱测试。这边我们也直接准备了地狱级的测试素材，毕竟本频道什么没有，超级复杂的大专案我们硬碟里有很多。我们这边大概准备了半盘，总共470GB 的 Premiere Pro 加极度复杂的 After Effects 专案素材，直接让创作者面临大型专案的情境进行测试。可以看到 SM580 的表现是真的有点料啊，前面几乎可以稳定的跑在 3.2GB 上下的存储速度，大约传输到 350GB 的时候 SLC 快取耗尽，这时候也还有每秒300到600 MB 的传输速度，一直到传输结束。这个表现以 DRAM-less 来说还真的有点猛啊，意思就是前面大约 350GB 只花了2分8秒就传完了，对于创作者来说非常够用。而耗尽之后也还有300到600的速度，470GB 的档案大约花费6分26秒完成传输。如果不太熟悉 DRAM-less SSD 的朋友，我这边也准备了一条上一代的 SM570给大家看差异。这种极其复杂的剪辑专案，一般来说是会让 DRAM-less 的产品无所遁形，露出真身的。你看，在完全格式化、确保 SLC 快取已经释放的前提下 ，SM570 的3GB/s 的速度大约只维持了10几秒。接下来就只能在500到600上下浮动。没错，这才是我印象中熟悉的 DRAM-less 啊，全程耗费13分32秒完成。所以看这个对比结果就很清楚了，真的不得不说 SM580 这次的 N-Cache 4.0 是真的有点料啊，这个表现甚至不输部分有 DRAM 的 SSD 了，有点惊喜。反正我自己原本是不太相信 DRAM-less 的，这个结果我是真的没有想过。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在意的问题，就是温度。我们直接测930GB 的大型专案，直接把全盘写满。可以看到测试结果跟前面完全一样，大约有350GB 的快取红利，耗尽后就是在300到600 MB 上下浮动。但是温度是真的蛮漂亮的，从待机33度开始，前350GB 温度较高，但是最高温也就是56度。SLC 快取耗尽后就降到维持50度上下的表现。我们这边也把它装进机家的 Aero 16 OLED 笔电里面实测，使用笔电随附的导热垫，测试结果也跟桌机完全一致啊！连续写入470GB 的大型专案，起始温度34度，前350GB 最高温50度，接下来就维持在50度上下，一直到传输结束。我们这边也透过热像仪直接测量在输出完成的那一刻 ，SSD 最高温大约落在43度，这条的温度真的不用太担心。不过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装在笔电的朋友，如果你的笔电没有随附散热片，建议准备一条画面上这种厚一点的导热贴，让热可以导到低壳上，对温度控制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哦。另外还有一点 ，SM580 真的非常薄，建议大家可以挑厚一点点的导热贴片，避免散热片根本没有接触到 SSD。接下来我们还是做个国际惯例的跑分测试吧。
同样依照国际惯例，先看一下测试平台的规格。CPU 部分采用的是最新的 i7-14700K， 主板是 MSI Z690H D4，32GB 4条，总共 128GB 的 RAM， 最后搭上一张3090。测试的 SSD 被装在底部 Z690出来的第4个槽位，并且盖上主机板就随附的 M.2 散热盖板，尽可能符合创作者和一般当成资料碟使用的安装情境。接着，我们就直接上测试结果。首先跑个 Crystal Disk Mark。S3580 在空盘的时候可以达到读取每秒4161 MB， 写入4163 MB， 符合官方的标示，也是入门 PCIe 4.0 不错的表现。而在半盘之下，读取和写入其实与空盘差异不大，也还在该有的水准上。我们这边也对比上一代的 S3570、S3580 这边不意外，全面提升。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 Q1T1 的提升上明显可见。接着看到 AS-SSD 1GB 的测试。S3580 不管是满盘还是空盘，数据上差异不大，也都在正常的表现上。主要的差异是在 4K 64 thread 的写入，半盘之下略有影响。不过如果我们加大测试强度，直接测空盘 10GB 的表现，这边就可以完全看到 S3580 的优势了。对比上一代的 S3570，在 4K 64 thread 之下，写入只有每秒137 MB，S3580 直接达到了1863 MB， 并且即使是在半盘之下，表现也没有太大的影响。10GB 测试下的延迟也从 0.6505 ms 降到了 0.235。看完了速度测试的表现，我们也来测一下创作者比较在意的输出表现。我们这边设计一段10分钟片长的 4K Premiere Pro 2024专案，并且加上了该有的特效、字卡、滤镜，基本上就是模拟一般的 YouTube 4K 剪辑需求的测试专案。这边来看结果，我们先看 SM570， 总共花费7分11秒完成输出，而你们猜 SM580 的表现如何呢？答案是只花费了2分42秒就完成输出，省下了 63% 的输出时间啊！这个输出表现对创作者拿来当资料碟输出来说非常够用了。我们来测游戏表现，这边用的是 3D Mark 的硬碟测试，总共会测试3款游戏以及4个模拟情境。先看到载入战地风云5 SM580 空盘和半盘的差异不大，大概就是测试误差。不过对比上一代，大约有着 13.4% 的提升。接着是载入 Call of Duty 决胜时刻黑色行动4，提升也来到了 16.3%。游戏载入最后看到载入斗争特工，提升来到 15.7%。基本上所有项目都有 15%到20% 的速度提升，其中差异比较大的反而是移动游戏这个指标。SM580 无论是空盘还是半盘，都可以达到每秒2700 MB 以上的表现，上一代大约是落在900左右，大概有着3倍的提升。而在负载测试中，我们先测 ATTO Disk Benchmark 的测试，基本上就是各家 SSD 最擅长的 loading 项目了，没有太大问题。好了，总结一下，整体来说，作为 WD Blue 系列的新成员 ，SM580 的表现依旧是比较在线的。虽然不是高效能取向的定位，但是 WD Blue 嘛，以 WD 的价位段来说，也算是亲民、相对容易入手的 SSD 了。不过这条是 DRAM-less 的设计，我自己更建议当成资料碟使用，加上单面、单颗粒、大间距的设计，这条的温控真的不错，蛮适合长台的笔电扩充使用。最后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电脑零件组讨论社团，之后如果有什么活动或是优惠，也会更新到上面。现在就马上加入吧。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尽量把重点都浓缩进来了，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